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钳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淡大财经系教授聂建中老师，钳子，各位观众大家好，以及政大国关中心兼任研究员严正声老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另外是我们张千健舰长，这个黄征辉舰长。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现在中东的情势非常的紧张。根据以色列的时报报道，说是现在至少有30架的美国空军加油机穿越大西洋，而这个规模是空前的大所以您看到，包括呢，俄罗斯已经宣布从伊朗撤侨了。以色列、伊朗现在2个这个世仇2个国家现在开始互相攻击，而包括您看到伊朗首次白天发动攻击以色列，这个距离是最大的这个打击我们可以看到呢，包括数十枚的飞弹攻击了。那在这个地区，当然他们有很多的拦截的系统，只是空袭的现场还是很可怕，因为伊朗的飞弹从北轰到南，以色列现在有8死，超过100人受伤这个战争或者是炮弹，还有这些导弹，当然是没长眼睛的我们也可以看到，包括以色列的住宅大楼被轰烂了，据说科学研究院疑似也爆炸了。那这个是外电的报道。Guardians 他说，魏兹曼科学研究所这个地方也是以色列最重要的科学中心之一。那伊朗官媒说，我们成功的把它给摧毁了，这是一种报复行动。因为我们知道，伊朗的包括科学家，包括很多的领导者也被歼灭，也被斩首。而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呢，以色列连续3天攻击伊朗170次。这个袭击的这个部分呢，是超过700座的设施包括什么呢？炼油厂那我们可以看到呢，当然这个炼油厂一被攻击就是漫火这个漫天的这个烟雾而且是大火不断的燃烧。那另外以色列当然它的武器各方面看起来都很优异 ，F-35I 战斗机说是呢它加装这个油箱，所以它不用美军加油，直捣伊朗，它可以一下子飞1000公里，然后不需要加油就可以直接到目的地去轰炸。而另外呢，以色列有斩首计划吗？他要暗杀哈米尼吗？美国官员说，川普否决了这个也是这个报道的内幕。美国现在到底是不是世界警察？因为你看到中东这么乱，美国说我事先知道，可是你没有阻止。那我们看到俄罗斯撤侨，那战火会不会波及到其他的区域呢？中东是不是又开始变成一团乱？川普发文了，他说我来处理以伊冲突，让中东再次伟大。到底在讲什么？川普说，以色列和伊朗可能要先打一打再谈，打一打再谈，会有多少生命消失呢？而另外，川普也警告伊朗说，如果你想要对我展开报复，我们美国的武装部队会对你们施压，因为伊朗他知道美国在后头可能有某种协助嘛，所以这个伊朗当然呛瞎说，谁帮助以色列，我就对谁发动攻击。而伊朗呢，是不是之前有暗杀川普的计划呢？这是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自己说的。他说我们有这个内幕，我们有情资伊朗策划了针对美国总统川普的2次暗杀未遂行动那因为川普是伊朗获取核武的最大威胁，我们不知道到底真的还假的，毕竟他有非常厉害的情报系统摩萨德。那另外我们看到呢，伊朗的外长说，美国你是共犯。沙烏地阿拉伯当然也很紧张，他打电话给以色列这个说以色列想要拖美国下水他也打电话希望某种程度能够调停。这是沙烏地阿拉伯的王储穆罕默德，他说以色列试图加深跟伊朗的冲突，把美国也拖入这一局所以某种程度还是在警告美国，可能要做一个适合的判断。而另外呢，以色列空袭伊朗，美国却装瞎，这是全球秩序重组的前戏吗？这个是呼应了我们刚刚讲的，美国到底还是不是世界警察？过去我们可能希望美国来做一个这个和平的一个调停者，可是现在看起来落空了那中国有没有可能扮演这个角色呢？我们现在看到中国在第一时间，北京谴责以色列空袭伊朗中国的媒体也说，北京已经明确的画出了底线。所以这一篇报道来自于新头壳，他说这个将对未来国际冲突的处理模式造成危险示范效应。中国大陆可能某种程度变成一个调停者了吗？
来请教老师。OK， 我刚才其中一个就是非常紧张，这真的是非常非常紧张。我觉得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如果你不在现场，当然不会感觉。那这两个国家的国民，我觉得现在都非常紧张，因为随时来一栋楼可能就会炸掉，你的生命啊，基本上你不管处在什么阶段，大家都不保了哈。当然，我现在讲说它紧张到什么地步呢？因为啊，这两边的打呢，现在呢，这个世仇已经打了非常久，但这次打的都是重打击啦。那么其实啊，这边两边的炮弹飞来飞去啊，从以哈战争开始就一直没有停息。从去年大家应该很清楚知道，这个其实伊朗也有打了200枚的这个飞弹过去。那当然这次反击有150枚，但是在这个之前，也就是以色列打这个伊朗的时候呢，当然这时候打了很多的高阶将领，刚刚提到了，这非常重要。还有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一些核能的科学家，这个伊朗啊制核呢是他们一个非常大的愿景。当然他们这个刚刚有讲到。全世界人都知道，其实美国就是伊朗一直往前走，尤其他这个做核能的最大的威胁嘛。所以呢，这个伊朗呢跟美国呢，实际上就一直有一个敌视的状况。那我觉得呢，这一次呢，以色列这么大胆呢，可以把伊朗呢，我讲的大胆是因为他真的是打到最高阶将领，而且呢，还有这些核能的这些东西，我觉得他还是有一个底气。什么底气呢？除了他自己的军事实力也不差之外，他有一个美国可能会为他撑腰的这种做法啦。我觉得这个就很重要，让他敢打，而且可以打。他认为，当然他们也喊出了所谓的哈米尼啊，这个哈梅利是不是一定会被他斩首？那川普当然在这个时候，川普美国当然讲了一些话了，说他没有打到我们的人或军人，其实我就否决。当然从任何人，大家有一点人气，大家都会这样讲，这是没错的哈。但是其实两边都有斩首行动的说辞啦。其实伊朗这边呢，也想把那个纳坦雅胡也在喊的这个所谓的斩首行动，也有提出。不过我觉得这次以色列可能看起来势力他的这个攻击性稍微强一点，因为他们这次讲的叫 Rising Line， 也就是什么呢？叫做雄狮崛起的军事行动。这个军事行动，我看他们就扎扎实实的真的攻下去了。我觉得，当然这个也就是刚刚讲的这个紧张情势，真的是非常来形容。当然他打了对方也不弱。伊朗当然军事实力其实不比以色列，但也不弱。因此我觉得人性就是有仇必报，这基本人性，然后就会以牙还牙，所以这两边打起来就会非常紧张。当然。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你看伊朗，它因为核计划，实际上有很多核武的国家，可是伊朗人家不让他做，因为这些中东国家实际上美国呢一直想要把它控制，而美国对伊朗实际上这个封锁实际上蛮严肃的了哈。从某个角度，因为据我在美国的生活，我有伊朗的好朋友，其实我在美国家庭生活过就租房子啊。那美国人其实很奇怪，他们对伊朗真的是有一个从心中的民族意识一些反误啊。所以呢，其实如果真的以色列呢真打伊朗，其实美国在后面可能会。不管我们现在从媒体看到什么，好像都有美国之前讲什么 F-35，那当然是假消息啊。讲到所以有 F-35加入，不管怎么说，人家都会影会声，一定想到美国会撑腰。当然，这时候我觉得伊朗要小心，真的不要让美国觉得师出有名。比如你就一直喊说你这是美国支持的，我要打到美国人，里面的美国军被打到，这时候川普这种人也是不按牌理出牌的，或者他这个时候叫按牌理出牌了，师出有名，伊朗可能会更惨。不管怎么说从很多角度大家都知道，那当然这个伊朗这边讲的美国是这个以色列的共谋或叫同谋啦，或共犯，我觉得这不宜有他啦。只是现在美国扮的角色比较奇怪，其实也就是在这个地方，当然目前他看起来你看川普现在的回应是很简单，他说继续再打一下，继续再打一下，因为他觉得打到一下，他还可以观摩，看怎么再去拿捏下一步棋啊。因为他先看人家打架，反正不伤自己嘛。美国最喜欢用的就是代理人战争，这个虽然不叫代理人战争，当然打一打，他更好观摩，更好看下一步棋怎么能够。步步为营，稳扎稳打。不过这种景象也让全世界觉得美国其实已经不太是能够真正能操控世界的了。所以我觉得中国当然会发出一些声音。当然中国因为它现在底气也起来了，所以当中国发出声音的会有一些示范效果，或一些触媒效果，也会让国际的一些会想要觉得这个不只是美国可以控制，甚至美国在这个地方它还不是就是很中立的，能够这个好像能够把一些战事结束。好，当然我们只能从某个角度，川普是非常特别的。川普呢，每次讲话都是很大气的讲，我一定要让他和平，我一定要怎么样，他的话语都是空的，比较虚的。不过真正未来呢，我觉得国际力量可能不止美国，中国也可能会来，还有其他国家也可能都会出现。不过，因为我们刚刚收到的最新讯息是，俄罗斯已经确定要从以色列撤侨了，这是不是一个讯号？这个代表两国这个两国从伊朗撤侨，这是不是代表这个真的蛮危急的？来请教严老师。我想第一个就是这一次的攻击刚才
李老师已经形容过了。我觉得现在就是以色列的正当性在哪里啊？如果说今天是我们叫做这个预防式的攻击，先发制人，你一定要有足够的证据，说我已经受到立即而且很明显的威胁啊，那我不反应，马上就会有很严重的后果，所以我要先发制人。可是看起来好像没有哦。没有这么严重到已经看到这个，好像已经它的架在什么啊？这个发射台上，这个都已经要出来了，并没有。所以我觉得今天以色列这样子做，说老实话，美国可能川普可能会默许，但是有一些的美国，包括我觉得像副总统范斯，他们还是认为说，你为什么又帮我们惹事啊？就美国是希望能够不介入海外的战争，可是呢，今天以色列这样的一个行动，虽然看起来以色列一直在军事上面是有优势，但是没有美国后面提供他这么多的军备的话，他也没有办法打这么久啊。那伊朗当然，他如果从俄罗斯、从中国拿到更多的东西，他也有一些底气。所以我觉得现在看起来，川普的角色是比较重要。但川普这一次，你看他讲的什么话，又是跟乌克兰战争一样，两个小孩子打架，让他们先打一架，先打一打再说，打一打哦再说。那我觉得，打一打，这回啊，跟乌克兰那个地面的那种战争不太一样了。这个我们真正讲起来，他们除了地面，这乌克兰是地面战争，伊朗跟这个以色列就是都是飞弹轰炸、无人机这些攻击会比较多。那我认为今天已经看到啊，就是平民百姓死亡。那如果你今天再继续下去，大家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很不公义的战争，那对以色列没有好处。我今天还看了一篇文章，特别讨论说，美国又要步小布希的后尘吗？又要开始介入国际战争吗？你都忘了，克林顿交给小布希的时候，美国的这个整个的预算赤字是平衡的，没有赤字的，结果被小布希打一个仗。赤字到现在还都没有结束，对，那你川普不是每天要结束赤字吗？你又要打仗吗？然后你这个以色列打仗，你要求提供的东西可能跟乌克兰不一样了。乌克兰可能还有一些欧洲国家在这边帮忙，可是而且会有北约的国家。那你今天以色列，我现在觉得它这种正当性不足的时候，很多的国家可能不会愿意提供，不像乌克兰是完全是被先攻击。那我觉得这个是川普要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你说你是一个不喜欢战争的总统，可是你的作为和你的作风好像间接鼓励了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行动，那你要不要收场？那会不会变成又是我们常常在国际政治里头讲的，就尾巴反而是在回过头来决定头的方向？对，尾巴咬狗就是这样子的道理哦。而且你看到，包括以色列未来如果他持续攻击伊朗的话，美国是不是还要提供给他武器？其实对我们台湾很多武器，我们已经 delay 了。那美国你的制造武器现在本来就已经有点来不及了。所以川普他世界领导者这样子的地位啊，外界质疑非常多。其实川普基本上他对全世界各地的战争他都没有什么大的兴趣，唯独一个国家例外，以色列。川普非常支持以色列，从哪里你可以看得出来？你知道吗？他不惜对上哈佛大学，就是因为哈佛大学反犹太，你就知道川普是何等的支持犹太，也就是支持以色列。那以色列一直有一个它的很大的一个安全的问题，就是它从建国到今天呢，它就是深陷狼窝啊，旁边布满了这些武装组织，没事就对它做个恐攻。那这一切狼窝的这些武装组织的根源在哪里？在伊朗。如果今天没有伊朗，就没有这些武装组织。所以想要斩草除根，你就必须要把伊朗这个根彻底拔掉，否则是野草除不尽，春风吹又生。那你可以看看，这个东西不是说以色列要打就打，它必须要有一个借口。结果2023年的10月7号的那个哈马斯的阿克萨洪水行动，给了以色列一个天大的借口。他那一天杀了1200多人，然后绑架了250人，那不是军人都是一些平民。他有了这些之后，你就看到他第一个，他慢慢清扫旁边的一个一个的武装组织，一个一个解决哦。北部的这个什么真主党解决完毕了之后。只有一个隔了他很远，在也门的胡塞组织这么远，结果谁帮他解决的？你知道吗？
川普一上台，以胡塞攻击通过红海这些的美国的这些商船，对这个胡塞啊进行了几波非常严重的打击，打击到胡塞说好，我再也不攻击你了。所以基本上，川普帮这个以色列解决了最后一个靠南的那个武装组织，都解决完毕了。现在只剩下一个国家，就是伊朗。伊朗他们怕的是他的核子武器，所以你没发现，川普最近跟伊朗，就是美国跟伊朗在做一个核协议的谈判，谈了60天。川普希望透过美国的力量，把伊朗的核的那个盒子牙把它拔掉，结果失败了。伊朗就是不听，那这个时候怎么办？还有第二个方法，就是透过武力。谁的武力呢？当然是以色列的。所以你说这次以色列的攻击，川普没有默许或甚至在背后支持，我是不相信的。其实这个操盘者还是川普，你别以为川普是管不住以色列，他管得住。他跟以色列好到什么程度，所以他就同意他。那既然协议谈不完，他不愿意同意，你就用武力把它除掉。那武力能不能除掉呢？大家等着看发展。那现在这个打起来了，当然很多人说这个一个伊朗一个以色列到底是谁会胜啊，谁占优势啊？你这样去看啊，这个跟叫做以哈冲突或是俄乌冲突都截然不同的哦。俄乌以哈他们都是陆地贴着陆地，很近呐。所以他们的那个决胜关键是陆战，那以色列跟伊朗隔了多少？边界都在1000公里以上，所以既然隔了这么远，他要靠什么？他要靠空战。空战就是一个远程的精准打击，这个东西要靠2样东西，第一个就是技术，那当然以色列是技术赢的。第二个，钱呐，你以为那样东西很便宜啊？每个东西打，你看看多快，他们把这些高端武器打光，打光之后呢，他就很快有钱去购买，所以。技术以色列赢，钱谁赢？也是以色列赢。为什么美国会支援他？全世界犹太人会支援他。除了这2个之外，还有第3个东西，就是在这个远端在打的，就是情报。谁能够掌握情报，谁就掌握了优势。到目前为止，我相信大家已经听过很多专家的分析了。以色列的摩萨德，他的情报实在是太厉害了。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一场战争哦，决胜的关键3样东西：钱、技术。情报通通以色列占优势，那唯一可能这个伊朗占优势就是他们有一个革命精神，而且他们的无人机在世界上算是大国，这是一个变数，但我基本上的感觉，美国一定在背后支持以色列，是川普完全清楚这个整个的过程，他不会不知道。是睽违了30多年，我们看到美国再度举办阅兵典礼，时间是6月14号，也就是川普生日当天。那当然，它同时是美国陆军建军250周年。你看到很多国家都在看，美国的陆军它的阅兵仪式到底能不能够展现妆容这个军容这个壮阔这样子的情景我们请导播让我们看看这个画面我们看到呢，有美国网友在家里头拍这一场阅兵拍到的画面有一点点掉漆队伍松散列队歪七扭八跟想象中我们过去看到包括中国大陆、俄罗斯台湾也有阅兵嘛，那像是北韩我们也看过阅兵完完全全无法比那所以那个有网友在笑他们说这样子的一个阅兵典礼看起来会让大家对美国的军力产生某种程度的怀疑。不过我们再来看看，包括这是在川普生日的游行嘛，那士兵的步伐不同步有网友就说这有没有可能故意他们要反川普，所以刻意这样走了708路也有人这样讲说这就是一个反抗我要反抗川普，所以我士兵故意步伐不同步，缺乏专业性那大家就可以自己来评断。不过那一天因为天气有点热我们看到当然川普跟这些所谓的高级幕僚们还有他的太太坐在这个台上是蛮舒适的啦，可是底下的很多的民众是蛮热蛮挤的。我们先来看看这一幕，川普他在阅兵典礼上面疑似被拍到打瞌睡我是不晓得有没有打瞌睡还是闭目养神啦因为他所在的位置是在这个阅兵台上面，然后前面都有这个防弹玻璃嘛，可能因为时间非常久，
所以他年纪也大了，79岁生日哦，所以有一点点这个疲乏的一个样子，也被媒体给捕捉了。而另外呢，我们看到呢，也有一些美国人哈，他就觉得说，川普你让支持者忍受痛苦参加你的军事阅兵，为什么？因为阅兵典礼从早上11点开始，这个游行啊，一直到下午的6点30分才开始哦，整个游行，所以大家在那边等啊，又挤呀，成千上万的民众和家庭有老有小。在闷热难耐的天气里头，在这个广场里面排起长长的队伍，然后要通过安检嘛，因为元首来一定要安检，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包括这个媒体也不断的在批评说你只是为了要制造头条新闻，然后这么糟糕的环境，你让你的支持者在那边挤来挤去不过中间还有一段插曲因为过去有一个这个在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包括越战时期有一首歌叫《幸运儿》的歌曲，其实是在讽刺那些逃兵的军人、逃兵的富人、有钱人他逃兵了，结果居然在这个活动现场被播放所以有人说，这是在讽刺川普的吗？因为川普是纽约军事学院毕业，可是他1972年的时候被判定免役就像我们现在台湾不是很多什么闪兵有没有？你可能有钱人，你可以假造一些错误的医疗资讯，然后逃避兵役。所以有人说你这是刻意的嘛？是要讽刺川普逃兵吗？或者是这个闪兵吗？那我们再来看看，包括有一些当地人。他们不喜欢在 DC 在华盛顿特区的当地人，他们对于川普在生日当天盛大的阅兵其实蛮愤怒的像是这位老太太，她其实坐在轮椅上，她说看着我的国家走向灭亡，看着民主在我的国家陨落，我不能坐视不管所以她上街干嘛？抗议。同一天数百万的美国民众反川普大游行。正当川普在看阅兵的时候，这些人在全美各地举着5星旗，他们说我们不要国王 ，No Kings 这是他们的示威日到处都是标语，包括很多人是做这个 cosplay， 有扮成川普女王的啦还有川普 taco 的还有包括川普扑克牌以及川普囚犯装他们很有创意要表达对川普像这样子类集权或者类似威权的这样的行为表达抗议。那另外也有蝙蝠侠的跑车这个蝙蝠侠开跑车都出来抗议川普了。而另外呢，也发生了一些憾事，包括在洛杉矶的反川普示威，有一名白发的老先生，您看到这个穿红色上衣的白发的这位民众，结果他要抗议那警察把他推倒，你看直接倒在地上这个老先生就有一点点站不起来，那旁边就有人把他扶起来，所以其实蛮多事情的像老先生被推倒都还是算是小事呢，因为在犹他州有一名39岁的男子被枪击身亡。我们看到包括这个暴力事件频传，另外最恐怖的是发生在明尼苏达州，有一起重大的枪击事件，死掉的是民主党籍的州议会众议员跟他的先生，2个人都做过议员那其中一位这位太太还做过议长。没有想到会有这样子的事情，枪击案件这个不幸丧命。那另外警方也锁定了一名57岁的安全巡逻主任说是他设有重嫌他的政治暗杀动机明显。总之，美国现在看起来各地都蛮混乱的，有挺川的，有反川的到处都有人在开枪，也有人在示威。那经济上呢？经济上也没有太多的好消息我们看到川普的民调看起来还是糟糕的美国民调，这是 NBC 礼拜天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有55%的美国民众成年人不认同川普总统处理总统职务的就职各种职务的方式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包括资深的这个 IMF 的研究员说，川普处理美国经济政策的方式越来越像是一出希腊悲剧，等到经济危机真正发生时才收回激进的政策，可能为时已晚了。那现在可能还悬崖勒马，还有机会。OK， 好，那刚前就讲到，其实对川普来讲，有挺川的，也有反川的。其实也有挺川的。我在纽约读书，我们还有一个校友会，结果我昨天收到了这样的一个影片，
它总共有3个多小时，我没有那么多时间看，我跳着看。当我看到一些新的非常有趣，其实好多人呢，哇，欣赏川普到不得了，进去很兴奋，跟着喊，然后你知道吗？还有歌声唱了3首4首歌也很好听，哇，那个歌手还教大家用那个哇，这样就马上使我想到像101前面这个跨年晚会都出现了，演唱会，对，演唱会也有。然后呢，我就觉得好有趣啊，这个我就在想，这是嘉年华会吗？我说，好像是阅兵吧，对不对？我越想越不对。当然后来有阅兵的队伍出现，就像刚讲的，有一点好像脱线哩哩啦啦哈。这个呢，当然我又收到一个影片，就是他把上面下面放了，上面放那个我们的对岸啊，北京的阅兵，看下面两边的歌曲，第一个非常的这个高昂，那踢的正步动动动，那下面是这样子，就刚刚我们在荧幕看着这样走，好像这个刚这个从这个床上起来，大家集合就开始往前走的感觉，我觉得很有趣。但这是一个嘉年华会，你看里面有歌声哦，好几次，还有口号，很多很有趣的，还有很多赞美词啊。你如果有看，我不知道前几天有没有看到 fans 上去讲话，他们都蛮口才蛮好，讲完到最后。他一定会说，今天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也要我们去这个 celebrate 这个 president 的这个 birthday， 总统的生日，我们也要恭喜他。还讲了一句更有趣的，他说今天我有一个东西不讲的话，那我可能会很惨，就是今天也是我跟我太太结婚纪念日，你看这个很有趣嘛，都是在自己。然后最重要是川普上来讲了半小时的话，哇！其实我欣赏川普到不得了，这种口才从头到尾没有断语，没有稿，一直讲啊。这个美国的军人可以冲到烟火中，甚至可以飞到天上，可以打死任何人，只要你敢打我，我就把你打死了，就很会讲。我觉得这人口才真好，我就觉得很奇怪。这个国家很有趣哦，这个是阅兵，应该是他的秀是在不管你空海陆，甚至天上都，他们有秀出一些很棒的一些这个武器没有错啦，这个好像这个反正有一些不错的武器有出来，但因为这美国班军事实力本来就强嘛，他的军事这个支出是第2名到第10名，加总都还超过，可是他是整个秀场像嘉年华会，你知道很有趣，所以他不是很认真的在阅兵。那有2个特别，就是我觉得让我感觉他口才很好，就是他的镁光灯出现就是他嘛。第2个新年新，就是上面你知道，就中心那个出来讲话，一定是就是一定要讲到组织多好。可是我觉得他们忽略掉一点，他们的军人要让他们展现的是他们这个，当现在你也会看到他们也会安排一些秀场，好像大家很尊敬总统。我觉得这个就失焦了，因为我记得阅兵啊，你看我们当兵的时候一定有所谓的精神喊话，一开始有雄壮、威武、严肃、刚直，当过兵都知道。然后再来呢，还有精神打出，阅兵是要打精神的，尤其是陆军250啊，250年，250年，250怎么还像嘉年华更好玩呢？还有反穿的也出来了，搞了一些像鸡一样的这个大口有没有鸡啊？然后呢，又跑出了蝙蝠侠的车，我跟你讲，让这个嘉年华会啊更热闹。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会可能选错日子，不该在这个时间了哈。不过我最后讲一个，就是这个人1946年出生，13岁的时候，1959年进到了纽约军事学校，后来他4年毕业之后呢，照理讲你应该在军中有一些好的表现，结果呢，隔了9年，在20几岁。26岁啊，就开始就弄了一个免役。那你一直把军人行动这么棒，你为什么不去？而且那时候美国很重要啊，从1955年到1975年啊，尤其59年开始打这个越战，到1975年他还没有结束，你就搞免役，你是怕到越战去吗？所以这个问题就是，你如果真的这么能够支持军人，你为什么当时又到了纽约军事学校？那军事学校是他爸送他去的啊，为什么你不持之以恒？台湾也有这种现象，台湾有很多政治人物喊我们台湾也很危险了，你叫人家去打仗，结果自己孩子如果都不去，我觉得也就有失掉道德了。所以那天其实有人讨论他闪兵的议题啊，严老师。闪兵的议题，我觉得他应该从老布希的副总统学到一句话。老布希的副总统当时也是去做这个，就是 Coast Guard 啊，就是海巡防队，而没有正式加入兵。那有人就问他，你为什么不去？他说我不知道我今天会站在这。他说假如我知道我今天会站在这，他说我可能那时候就去了当兵了。他这个讲的真够老实啊，很老实。因为美国人对于加入战争从军，你看，包括我们看到2次大战结束以后的卡特总统，那个老布希18岁，就是根本就加入，都是很勇敢的。那我一看到后面的这几个克林顿啊，什么小布希都是逃兵的那奥巴马是年纪不够，那就算了。可是这几个是，然后又回到2个老人，对不对？也在逃兵。所以美国今天在强调这些军容壮大的时候，那你们这些人这么爱打仗，所以我常常看到的是，没有去当兵的人最爱打仗。对，这个是美国最大的问题。那
川普阅兵啊，我们必须要讲啊，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你不需要跟威权国家学搞阅兵哦。北韩搞阅兵那是北韩最爱搞的东西，俄罗斯爱搞，你为什么也要跟着去做这个事情？因为美国的军事力量从来没有人怀疑，美国人最会打仗，不需要 present 出来，不需要这样子，而且你走出来以后，反而让大家去做对比，就觉得哩哩啦啦，不是觉得好像他们心不在焉哦，对啊，就有这种感觉，对不对？那你看那个。你知道在看那个俄罗斯、看北韩、看大陆，那个军人在走正步的那个表情啊，都一样的，就是没有人有不同的表情，就是非常严肃的。那我觉得这个是威权国家可能可以做得到，美国你既然如果做不到，就不要做，因为会有比较啊。那我还是要觉得说，美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我最担心的已经发生了，就是你国民兵在处理问题的时候。就有可能会发生，像那个老人家还好没有像我一样有心脏的问题啊，万一被推倒的话，对不对？万一这个这是那现在看到的还不是国民兵直接有导致别人死亡，对，但是已经看到在犹他州在这个明尼苏达州，这个氛围已经出来了，就是对立的状况。那如果今天对立的状况就是受害者不是你联邦政府的，而是州的这个议员，我觉得已经有点离谱了。但是州的议员管州的事情，他又不是在联邦政府来处理这个问题，所以我比较担心是美国越来越多这种擦枪走火或者是说有这些人觉得有一个使命感要帮助川普来把这些移民赶掉，让美国再度伟大，这种做法。只会让美国越来越对立，越来越乱。那我比较担心的是这个。那最后我讲一下，就是你川普今天大概会被大家这个以后那个标签都会在那个 taco 我觉得川普一定很不爽，不晓得是哪一个人那个人的我觉得那个第一个推出这个口号的，请他要自己保护他自己。是 taco， 川普总是。胆怯，chicken out， 所以像鸡的样子，粘在他身上了。对，烫鸡。其实我昨天大略看了一下美国的这个华府的这个阅兵，他们叫阅兵啦。那你严格的说，它其实不是阅兵，它是一个展示军事装备以及军人跟着一起走的一个游行。它真的只是一个游行。但你如果从这个游行，你说，美国的战力很差，也不必然，绝对，因为美国是一个不太注重仪式的一个国家。我举一个例子，就会知道，二战受降典礼在这个我们中国举办受降典礼的时候，我不晓得你们记不记得那个场面，在一个战列舰，好大个战列舰上面，一边是盟军的军官，还有一边是日本的那个出来填受降典，那是何等严肃重要的一个典礼，对不对？多慎重啊！如果你想想看，如果是我们中国人来办的话，那会变成什么样子？结果你有没有看到那张照片？如果你上 Google 看一下二战受降典礼的照片，你会吓一跳。美国的士兵怎么样围在四周的，你知不知道？就坐在那个炮塔上面，脚就翘在外面，一堆人在那里围着在看底下这个仪式的进行，你就知道美国一点都不注重这个仪式。所以他们对你看到这个东西，你觉得哇，怎么会这样子？其实这是他们的天性使然。但是这个川普他为什么会去想要搞这个东西呢？他是在2017年的时候，他到法国，那个是马克宏办了一个叫做巴士底日的一个阅兵，非常盛大。川普看完之后就一直向往，我们美国也要办一个，而且他那时候还讲说，马克宏办这个也没人就说他独裁呀，所以他就一直念之在之的说要办。那这一次办呢，当然说实在话，其实真的很差。好比说他总共人数不到1万人，那个场面你也看到了。就算你不是很注重吧，那还是很差。像这个俄罗斯才不久前的80年的胜利日的阅兵，29个国家的这个元首来，13个国家的这个队伍跟着一起，那是何等之盛大！那是俄罗斯注重仪式感，但是美国真的比较不注重。但是即使这样子，你也发觉他好像真的你们。美国还是很伟大的国家吗？我再说不好听的，你在这里只有一个华府，1万人不到的一个这个我们算游行吧，你知不知道在同一时间跟你反抗的，在全美有超过2000场，有将近500万人在跟你抗议，你知道那差异多大？你还你们少数人在那觉得很高兴吗？而且
刚刚有提到说这一次阅兵的用的配乐是《幸运儿》，你去查一下《幸运儿》是怎么来的。当年在反越战的最激烈的时候，有一个歌团的那个作词的，他有一天看到了尼克森的那个女儿嫁给了一个总统的孙子，然后都完全没事。他当时一看就说，这些权贵跟战争完全无关，你知不知道？然后他就写了这首歌，对，这首歌很有名，然后发展到今天，它是所有抗议活动的配乐，所有抗议活动的配乐，结果今天搞在这个叫做阅兵里面。我不晓得是谁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的。我觉得是故意的，可能是刻意的。这就是一个抗议，你知不知道？Fortunate，对呀，所以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这是阅兵吗？不是阅兵，还搞一个这个音乐出来，真是奇怪。所以现在美国已经变成一个非常分裂的国家。不过我们收到一个最新的消息是，伊朗攻击以色列的很多的建筑，其中包括了美国的外交机构。这是我们刚刚收到的外电说是美国的外交机构在这一波攻击中受损。可是哪一栋机构这个受损的情况如何，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只知道伊朗跟以色列的情况越来越紧张。我们再来看看，包括美中的伦敦会谈还有什么内幕呢？路透社就发布了一个讯息说，中国大陆没有放行军用稀土，所以美国打算再延关税的宽限期90天。本来说好了90天，现在可能再往后延呐。好，那中间其实还有很多的细节，包括这个中方可能是希望我放宽你这些军用稀土啊、磁铁的出口，然后跟你换什么？你的高阶 AI 晶片。可是呢，美国现在可能还在考虑吧，所以说会再度延长对中国大陆的关税90天这样的宽限期。另外我们再看到呢，包括现在美国为了要解决这个稀土被插脖子这样子的一个难处他们打算向格陵兰的稀土专案提供1.2亿的美元贷款这是包括我们看到这个是。路透社的独家，同样是路透社的独家他就说美国有一家总部在纽约的关键基础探勘公司他们就是去这个贷款，然后呢，重点在格陵兰的稀土，我把它提炼出来，把它开发出来，想要解决燃眉之急，可是可能短时间也很难补上这个稀土这个要重新延长来记忆。那我们看到美国资助格陵兰稀土采矿，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现在在布局，可是可能没有办法一时半刻立刻补上这个缺口。而另外我们看到呢，为了要报复华府收紧 AI 晶片的出口，美国现在拖延新思科技1兆元的并购案。我们知道这是美国晶片设计的巨擘叫做新思科技，它有一个并购案。可现在呢，北京就拖延，其实已经被批准了，可是他现在拖延它那我们再来看看黄仁勋，其实不断的提出一些警告，说是他跟任正非，他解读任正非的谈话华为能够覆盖中国 AI 晶片的市场需求华为的当然现在是美国急于封锁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这个中国大陆的一个科技公司。任正非有说华为单晶片还是落后美国一代。可是我用数学补物理，非摩尔补摩尔定律，用群计算补单晶片，结果一样的。那黄仁勋就解读说，虽然他真的是输给美国一代，就是落后一代，可是呢，如果因为 AI 是可以并行解决问题，每一台电脑的个别的性能不够强，我就用更多的电脑来弥补所以这是黄仁勋某种程度在解读任正非那中国技术，任正非说中国技术对中国来说已经够用了，如果美国不要参与中国市场，那我华为自己来，我自己覆盖中国的需求，也可以覆盖其他市场的需求。那这个黄仁勋就解读说如果我们希望美国的技术堆叠能够在全球胜出，那么你放弃中国50%的 AI 研究人员，这是不智的我们看到其实黄仁勋不断的在做某种程度的警告。那另外呢，华为 AI 晶片现在听说有新突破，4晶片封锁技术挑战台积电，它是绕过美国制裁，并且很快的赶上辉达的 AI GPU 的性能。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包括中国大陆有人肉快递美国禁令又被攻破，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美国有一些4名中国大陆的工程师被发现，他们是用什么方式来突破禁令呢？用人肉
拿着像这样子的一个行李箱，然后里头呢装满了这个硬碟里头说有15颗，然后这样子把它带回中国大陆那就是用这样子各个击破的方式非常的艰辛可是现在据说也发展的不错。那美中对外是两样情，因为美国现在不断的扩大它的旅游禁令又新增加36国，包括非洲是最多的这个数量是最多的。那中国是不断的扩大免签国家，它不断的往外扩，像是纽西兰就是一个例子我们看到纽西兰的总理将到中国大陆访问，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就说要建构全新的战略伙伴这是来自于中国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林健的说法那这个纽西兰的总理卢克森即将到中国大陆去，那包括这个经贸方方面面可能都会有合作，而对这个澳洲来说可能有一个空虚有一个寂寞这是国防军工川普现在开始要重审他的上一任总统拜登时期的 AUKUS 的潜舰协议他说这个到时候这个核心是协助澳洲来应对中国的实力扩张，可是他必须要审议是不是有符合美国优先的政策他回头来算账了所以澳洲现在可能觉得说我这个是到底是招谁惹谁了。来，建中老师 OK， 这个我还是从头讲起，因为我们讲这个稀土事情讲了几次了那我们现在还是重复一遍，就是我们知道美国一直希望中国高层能够跟他谈什么呢？也就是说，我关税用很大的这个数字来压你，那让你的经济几乎你就喘不过气来，你以后就不要活了。那你一定要跟我谈判。那他为什么要谈判？因为我要你的东西，什么东西？中国呢，当然他用了很多方式报复之后，后来发现稀土绝对太重要。但是呢，稀土也有层次之分，跟晶片一样。我们讲晶片有先进制程也有成熟制程。那么当然，先进制程、成熟制程它也有它的层级。稀土一样的那我们先讲一下稀土一样，我最基本就有讲说，之前讲过有民用和军用之分，民用也有差异，军用也有差异。所以你会发现5月12号呢，日内瓦谈完之后说，两边的财长都谈得很好，都没问题，因为中国答应了。美国说好了，就答应的是什么呢？可以谈稀土了，就谈可能在民用的部分小地方。到了6月呢，再谈的时候，好像又好了，一下又说中国反匪，一下就好。为什么？他可以再给你一部分东西，比如我之前民用不给你，连汽车厂都没办法做。好，现在给你一些民用可以做汽车的，但是有一些我还是要保护。所以呢，我当时要给你的东西不是什么，就是你要来就全拿，而是我要审。所以他又在审的时候，哪一些可以给你，哪一些不给你，就开始有缓审。严审的部分，美国又俩公又不爽了，你知道吗？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两边真的热喉战非常清楚，一个就是先进制程的晶片，一个又是最高阶的稀土。可是现在看来看去中国真的就是看起来这个是很容易赢的原因是，储量是美国的24.4倍，一个4400亿这个吨的，和一个4400万吨，和一个180万吨。你怎么去比人家储量？但是我觉得川普真的聪明，他从一上任就发现，就有人告诉他的了，也不是他这种，就是说这个格陵兰有150万吨，但是你知道180加150是330，怎么去跟4400比？其实还差很多。可是美国要用，他现在已经不够用，最少格陵兰弄出来，他还可以用一些民用或者一些可以做到军用，因为有一些非常难的。但我觉得军用的地方又有很大的层级我跟大家讲一下，军用有一些像铵。或者有一些叫做钴、铷这些东西很可怕，他知道的磁铁是别人不能击破的，或者是看高温的。你将来军用的东西，我觉得中国不会放手，因此我觉得这一次呢很有趣，产量即便它到格陵兰采，它以后精炼技术都会不够，所以在这时候我觉得中国这时候拿到的筹码还是谈不完的，因为两边还会慢慢走下去。我们进一下广告。好，美中的贸易战持续进行中，老师怎么看？我觉得当然就是大陆用这个名单用这种商业机密来卡美国美国可能也觉得说我这样子我怎么给你？可是问题是你美国是这样子对我们的台积电嘛，不是吗？就是你会要求把所有的这些客户名单、使用用途，你看大陆还说什么，还要我这个厂房的相片。都要看到，对不对？这个要求会让美国觉得说很不舒服。那短期之内呢，
他又可能还是需要先忍住，所以这个其实是双方都在拖时间。就是刚才我们也看到格陵兰，对不对？美国也希望能够自己发展，可是主持人也讲了，没有那么快吧？对啊，没有那么快的时候，你就先气就忍住，就像大陆一样，你当初被制裁的时候，华为就忍住，慢慢等到你自己可以自立。现在美国的稀土也是一样嘛。那我觉得大陆也在买另外一个时间，就是乙烷嘛。美国答应输出乙烷了，那大陆赶快现在晓得这个也是会被美国卡的地方，那我以后也要自己。所以双方都在拖，就是都希望说有些关键的材料啊不能够被对方控制，这个供应链有。所以我认为他们其实还是你虞我诈了，还是在那边啊互相在较劲，所以并没有看到说好像达成协议。你看那个鲁特尼克讲的这个鲁特尼克讲的多拽，他说他们想要的我们不给，讲得很凶，对不对？可是我觉得他讲的那么凶，到时候是不是一定能够做得到很难讲，因为你需要的东西到时候一定是一种交易啊。那川普最喜欢谈交易嘛，那到最后让大陆大概也跟他学了一些。就你要的东西我给你，但我要的东西你也一定要给我，所以这个会乱。但我最不满最近的因为我是做非洲的，我名单又这么多国家被列入，而且有些国家还是被认为是第一个，像埃及是美国的好朋友，你怎么也把它列入了？第二个，有些国家算是比较稳定的民主国家是。然后你看，连我们在加勒比海的小邦交国。圣克里斯多夫这些都被列进去了，莫名其妙嘛，对不对？这些国家对你美国有什么威胁？那么小，所以我觉得川普是一个真的是我认为他是有种族歧视因为三圣虽然在加勒比海是黑人国家，是，所以你看他挑了几个加勒比海的黑人国家来做制裁，是没有错。来，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我们最后时间交给舰长。我知道这个美中争霸，美国一直拿晶片来制裁这个中国大陆，这一直让人看得心惊胆战的。但是我最近看到一些数字我觉得是蛮让人心安的。首先你要知道，尼采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叫做“凡是打不死我的，必使我更强壮”。这就是中国大陆的晶片业。那他从什么时候开始制裁的呢？2016年开始制裁管制中国大陆的晶片。在2016年的时候，中国大陆的所有使用的晶片，它的自制率低于10%。到了现在，它今年是2025年，它的目标，他们国家制定的目标，自制率要到达70%。当然，或许它到达不了，但你知道他敢定这个目标，你就可以知道，从当初的10到现在差多少。